且里面还蛮肥，超松非常肥，但其实吃起来是蛮过瘾的。不要只想它是肥肉的话，我要跟它去选价。那我家那个装饰，彩绘的小火车非常可以把啤酒的瓶盖放在铁轨上，这样子火车经过以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扁扁的瓶盖。你都爱震动了，因为它就在只是火车，所以一直听得到喇叭声。好吃，好过啊！我天啊，我觉得好好吃，有锅包肉，有个对。每一口肉都满满的，但是今天这个是肉酱包，这一桶的温度非常开。这话说为什么会这么脆啊？手how much is this？ 反正我的旁边我还遇到了越南的飙车族，有飙车族大马路特别感觉，多亏了大哥。上一集带大家去36老街喝必喝的蛋咖啡跟月供咖啡，也吃了必吃的 cheese 披萨跟米其林越南卷饼，也逛了超酷的酒吧一条街。这一集要带大家去看夜间华丽的火车街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去吃个有名的法国面包。它现在是2个店面有位置的，人真的好多，而且外国人更多。真正在包的是在对面。店内是暖色系的装潢，搭配木质的餐桌椅，墙上也贴满了贴纸，非常的温馨可爱。终于排到这家店了，人超多的，每次来都超多。虽然它现在已经有2个店面，人还是很多，还是很难拿到位置，等了好久。那我点的是一个猪肉口味的花式面包，还有一个芒果奶昔。哇，这芒果奶昔好浓，那个绵绵的感觉，奶昔好浓稠的感觉，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芝麻，真的很浓稠，而且很冰很冰。这种天气喝这个真的很舒服。我现在来吃法国面包，然后里面包的是一些生菜，像小黄瓜、红萝卜，它还有一些叉烧，蛮特别的。所以说可能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叉烧，而且里面还蛮肥的。这是店员推荐他们卖最好的。我吃到了，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叉烧，所以感觉很脆。这叉烧是非常肥，几乎都是肥肉了，我的天，真的肥，整块都是肥肉，有瘦的，它肥的有占了一半。这个面包还蛮酥的，虽然摸起来这面包好像有点硬硬，但吃起来其实不会。其实我觉得还蛮酥，刚刚好。这里面是很多的酥皮叉烧，放大版的酥皮叉烧，所以外面酥酥的，里面的肥肉是 QQ 的，这个感觉是蛮冲击的，那好像蛮喜欢这样子。然后你会吃到一点小黄瓜、红萝卜，脆脆的，又蛮清爽，口味很复杂。但这么多的肥肉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。我觉得不敢吃肥肉的人，还是点牛肉会比较好。要不然真的是有点肥了。我觉得它一半以上都是肥肉。但其实吃起来是蛮过瘾的，不要一直想它是肥肉的话。而且特别是你看墙壁都会有很多人拿那标签贴纸签个名，写上贴到他的墙壁上，蛮特别的。火车咖啡街晚上好漂亮，灯火通明的，我的天啊！非常热闹，人也非常多，好多观光客。哇塞，每个店都一堆霓虹灯，好漂亮。等一下，我们在等最后一班火车，快10点的时候有最后一班火车。哇，好多人都在拍照，这么多家，都不知道选哪一家。哇，晚上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是我来的是一个旧的火车街，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火车街。但听说这间比较商业化，这边的旧的火车街比较商业化，所以观光客还是来这边比较多。所以我就选了这边来了。哇塞，离奇景，好漂亮！我很喜欢这种霓虹灯，对。
画面有点陡，因为这里不太好走。刚刚他是说在15分钟，差不多火车就要来了。店家其实都很清楚火车什么时候来，还有方向，所以可以询问好店家。那我现在这么晚来，看样子位置还蛮多的，所以不用担心没位置。我有个空，看这个到底火车，我现在来选一间，坐这根火车。我赢。我的妈！我天啊，这是很强的。有人在拍照。好帅！哇塞，这看过去以为是迪士尼乐园了，我的天啊！我感觉我要走到迪士尼乐园了。哇塞！我的天啊，晚上太嗨了吧！真的，晚上蛮适合晚上来，因为不热，人就没那么多。好舒服啊！风凉吹凉凉的慢吹着。哇塞！怎么像走不完一样啊？喂，啊，哇，这里很多人拉客，我的天！哇，这条火车街其实真的好长哦，这装潢蛮可爱的。我是不是要找一家店坐下来？大概还剩10分钟了。看到镜头了，每一家都漂亮，我都不知道选哪一家。好，那就进好了。哇，那我要赶快去选一家。那我家被撞死了。这边其实很多咖啡店都差不多，我其实也不知道选哪一家。但我看后面这个墙壁非常可爱，一个彩绘的小火车非常可爱，所以我就坐这里了。先看看这个小火车彩绘，等下大火车就要来喽。然后店员很热心跟我说，可以把啤酒的瓶盖放在铁轨上，这样子火车经过以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扁扁的瓶盖，可以带我去做纪念。哇，火车来了！哇塞，地都在震动了，我的天！哇，那好听哦！我的天啊，我也在抖。哇，伸手都摸得到我的头。最后一班火车走了，店家开始准备要关门休息了。不过现在这边还是很多人，当然大家至少要把最后一杯饮料喝完，但店家就是慢慢去陆陆续续在关的。这边路不太好走，哇！但这边真的是晚上，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来，很凉快。下午肯定是很热的，晚上来很凉快，然后灯火通明，很可爱，店都很可爱。我的天啊，算是奇景。之前我去过泰国，但泰国的晚上都没有长成这样子，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所以我很建议大家晚上来，天气好又有位置，灯火通明，非常可爱。我现在在一家十字路口非常热闹的一家串烧店，超多 local 的在那边卖，所以这家生意超级好，而且很多观光客也来这里吃。我点的是2串猪肉串烧，还有一个4串的串烧的法式面包，因为鸡肉已经卖光了，所以我没得点。好，那我们先吃看这个串烧喽。4个再1串，盘子里面还附了一些小黄瓜。很像蜜汁口味的感觉，香香脆脆还甜甜的，很好吃，这家很好吃。哇，现在已经卖光了，我是最后一个客人呢，我天啊，已经在收椅子了，我好 lucky 哦。但环境是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它就是在十字路口这里，所以一直听得到喇叭声，车子人一直走来走去的，应该很多回程吧。但东西真的很好吃，所以生意还是非常好。这小黄瓜也好解腻，好脆哦。真的，我是直接点了最贵的烤肉串面包，它是4串在里面的，所以肉非常的多，没有直接一次就点到，好险我点多，因为卖光了。那么大的一个法国面包4串在里面，竟然只要台币55元，哇！
面包好脆哦，它烤过了。我看这边有烤的痕迹，里面它也有放小黄瓜和美乃滋。哇，你看这个肉很多哎，对哦，肉好多哦，这肉好扎实又好甜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好好吃哦。你看一下这个肉，四川的肉是直接灌爆这个法式面包，有够暴力，有够过瘾，每一口肉都满满的，超棒的。回台湾也会想念它的面包，真的，一样的就吃。如果跟刚刚吃的法国有名的法国面包比起来，那个比较多生菜、小黄瓜、胡萝卜，但是今天这个是肉灌爆它，非常有温度，非常嗨。那家是真的也好吃，但如果真的让我选，只能选一个的话，我一定是吃这个。不过最好是可以买一个去那边吃，哇，那个环境非常好。奶油吐司，噔噔，跟老板加点了这个。但我看老板都一直翻白眼，好像很生气。虽然他讲的越南话我是听不懂，但感觉他对他同事讲很生气，还指着我的脸啊。他感觉是有点生气，我要吃快一点。脆脆的，蛮像台湾的奶油制品，但是它用烤的不太一样，好脆哦。奶油也是涂的满满的，好脆哦。这法式面包怎么可以这么脆哦？然后味也好香哦，好脆的法式面包。吃完烤肉串，一定要点点看。Dosa pining happy Porogo. So how much is this? Huh? How much? 1 hour. 1 hour. Yeah, 1 hour. 1 hour. Masa pining happy Porogo. 1 hour full combo. I just book no money. I book in 2 minutes. Okay. Let me think about it. Huh? Let me think. Let me think.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是来到红灯区了吗？还是我看起来太寂寞？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了，但我英文太破，实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只知道他好像喜欢五月天的玛莎。听得懂的人可以帮忙在下面留言翻译一下吗？来到环建湖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我可以看到这边是悠哉，湖旁边好多小椅子哦，他们在这边野餐，他们真的很爱，这边也超多小椅子的。他们都坐河景第一排，有没有？旁边这个没有河边的都没有人要，大家要到河景第一排，哇，一不小心就跟他去了。真的很帅。可以看到对面本来是灯火通明，10点这么多人，好热闹。国内就是个夜城。妈妈也聚会。哇，大家都在河边，河边这边有风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周边还会有一些摊贩，哇，这是全家里出动的小朋友，全部都在外面吃完饭在这边逛逛，都在这边全家人切水果吃。哦，这边就买水果。哇塞，现在10点了，午夜城，哇，这边还有卖饮料、啤酒。小朋友都不用睡觉了，全部都在外面，太酷了。哇，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卖饮料、卖水果，买了坐旁边的椅子上可以吃，看夜景，哇，这边蛮漂亮的。哇，而且这边湖边风势还相对蛮大的，要不然河内的天气晚上其实都是湿湿黏黏，但我觉得这边有风吹过来，其实真的还蛮舒服。比刚刚在巷子里面那些，我说哇，还有人在睡觉，好酷。哇，好卖水果哦，卖香肠。哇塞，这是个夜市的概念。河景第一排，可以来这边。要体验本地的，这真的只能坐河景第一排。坐里面人家就知道你是外国人。这些外国人学好快，都要坐河景第一排。哇，还蛮漂亮的。环建湖的旁边，我还遇到了越南的飙车族。他们很特别，他们都会拿着越南的国旗，一边飙车兜风，一边还展示了爱国的情操。很特别。路上的阿伯也非常可爱，还在跟我比手画脚的解释，他们的族其实是在黄建湖这里绕圈圈。我觉得最猛的就是这3个阿多哈，有飙车族大马路，他们没感觉，多亏了大哥，才能跟得过马路。真的发生什么事，大哥罩着，他们重伤，我轻伤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这一集结束喽。下一集要带大家去日本。
名古屋大须商店街去吃当地的必吃美食——超酥鲷鱼烧、酱油烤团子跟超有名的味噌猪排。最后还要分享我用破日文勇闯女仆店的圆梦计划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喽！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